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诚意王权篇2搭李一桐虐恋升级，光靠白发造型热度就冲破3亿。在流量的喧嚣与剧集的快速迭代中，总有一些名字能穿越喧嚣，成为品质与期待的代名词。诚意正是这样一个存在。自前年那部现象级的《莲花楼》之后，他饰演的李莲花以一种看破世事后的悲悯与智慧，烙印在无数观众心中，也让他一跃成为古装剧领域无可争议的男神。当众人还在回味李莲花带来的余韵时，诚意早已手握4部截然不同的待播王牌，悄然开启了属于他的霸屏时代。其中最耀眼、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即将在今年引爆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篇》。这部剧的声势有多浩大？答案或许能从一串惊人的数字中窥见一斑。在尚未定档的阶段，其官方预告片的播放量便已冲破2806万的惊人关口。而由诚意饰演的核心角色王权富贵，其个人角色热度指数更是如同平地惊雷，直接飙破3亿大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在剧集正式与观众见面之前，仅凭角色本身、几张剧照和数分钟的预告，就已经汇聚了堪比一部热播剧的关注度。这不仅是为播先火，更是角色魅力对市场的提前征服。引爆这场期待的，首先是极致的视觉盛宴。剧组近日曝光的剧照，精准地抓住了王权富贵这个角色的两面性。一面是权倾天下的道门兵人，他一头乌发被精致的金冠高高竖起，身着全黑劲装，线条凌厉，不带一丝多余的装饰。手中那柄金银双色设计的王权剑，仿佛是他身体的延伸。当他心无旁骛地挥剑迎敌，那专注而犀利的眼神，透露出的是属于最强剑客的绝对从容与自信，是生杀予夺的强大。而另一面，则是挣脱枷锁后的破碎神明。一袭素白衣衫，一头惹人怜惜的银白长发，他手持剑与鞘，于漫天风雪中蓦然回望，眼神中不再是纯粹的杀伐果断，而是充满了故事感与破碎感，是迷茫，是决绝，是看透宿命后的悲怆。这一黑一白，一刚一柔，一入世一出尘，强烈的视觉反差不仅帅出了新高度，更将角色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具象化，让观众瞬间理解了他为何身负绝顶武力，却又渴望着最简单的自由。诚意此次搭档的是与他在谍战剧深前中有过默契合作的李一桐。此次在书卷一梦之后，他们于王权篇中迎来了2度古装联手，饰演一对宿命纠缠的恋人。王权富贵作为王权家族有史以来最强的道门兵人，他的人生从出生起就被设定好了轨迹，练剑、斩妖，成为家族最锋利的武器。他的世界里没有四季更迭，没有市井烟火，只有冰冷的剑与无尽的孤独。直到他遇见了那只被他所救，又反过来拯救他的小蜘蛛精青铜。李一桐饰演青铜，用最质朴的语言为他描绘了外面世界的绚烂多彩，糖葫芦的甜，闹市的喧嚣，天空的颜色，这些他从未体验过的一切，像一束光，刺破了他黑白的人生，让他开始对自由产生了最原始的向往。于是，一个被家族视为武器的人，和一个在道门眼中必须被斩除的妖，展开了一段注定不被世俗所容的揪心虐恋。这不仅是跨越种族的禁忌之爱，更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救赎。你为我描绘大千世界，我为你斩断万恶繁龙的宿命感，早已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当然，王权篇的吸引力远不止于此，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故事，而是宏大的狐妖小红娘 IP 宇宙中的关键篇章。这个由中国人气同名动漫改编而来的系列，已经拥有了由杨幂、
龚俊主演的《月红篇》，以及刘诗诗、张云龙主演的《淮水竹亭篇》原名《竹叶篇》。3部剧共享同一个世界观，角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权篇的男主角王权富贵，正是淮水竹亭篇男女主角王权红叶张云龙氏与东方怀竹刘诗诗氏的亲生儿子。这种父母爱情 BE 儿子独美搞事业的设定，天然地连接了2个篇章的观众，让整个故事的格局和史诗感倍增。观众们不仅在期待王权富贵的个人故事，也在好奇他将如何承接父母辈的遗憾与荣耀，为这个传奇家族写下新的注脚。这种 IP 宇宙的联动效应，无疑为王权篇的成功添上了最重磅的砝码。在王权篇的万丈光芒之下，程毅的另外3部待播剧也同样不容小觑。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令人期待的程毅作品矩阵，展示了他作为演员的无限可能性。首先是同样与李一桐2度合作的《英雄志》，这部剧改编自被誉为金庸封笔后武侠看孙晓的同名经典武侠小说。原著以其庞大的世界观、深刻的人性探讨和悲壮的英雄宿命而闻名，被无数书粉奉为神作，同时也因其改编难度巨大而备受关注。程毅在剧中饰演核心男主之一卢云，一个从文弱书生到一代大侠的传奇人物，其间的挣扎、蜕变与坚守，对演技是极大的考验。能够出演这样一部殿堂级作品的男主角，本身就是对程毅市场地位和业务能力的高度认可，也吊足了所有武侠迷的胃口。其次是他与异域风情美人古力娜扎搭档的《富山海》，这部剧融合了奇幻与武侠元素，讲述了男主角萧秋水化名李晨舟为复仇闯荡江湖，却意外卷入更大阴谋的故事。从目前释出的信息来看，该剧不仅有快意恩仇的江湖纷争，更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程毅在剧中的角色身份多变，亦正亦邪，充满了神秘感。与娜扎的首次合作，也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 CP 组合想象空间。最后是与实力小花徐璐合作的古装探案剧《长安24记》，看剧名便知，这会是一部充满悬疑与智斗的作品。在经历了仙侠的飘逸、武侠的厚重之后，程毅再次回归到长安城的市井与朝堂之间，以智慧破局，解开层层谜案。这不禁让人想起他在莲花楼中对李莲花探案情节的精彩演绎，此次换上新身份，与徐璐在长安城中上演怎样的猫鼠游戏，无疑将满足喜爱悬疑推理题材观众的期待。从莲花楼中那个体弱多病却志绝天下的李莲花，到王权篇里强大而孤独的王权富贵；从英雄志里承载家国大义的卢云，到富山海中身份成谜的萧秋水，再到长安24记里运筹帷幄的智者，程毅用4部风格迥异、制作精良的作品，清晰地规划了自己的演艺道路。他不满足于单一角色的成功，而是不断地在舒适区外探索，用多元化的角色证明自己的可塑性。这4部剧如4块坚实的基石，不仅巩固了他作为古装剧男神的地位，更预示着一个由他领衔的精彩纷呈的观剧时代的到来。这个夏天，当王权富贵的剑光亮起，或许就将是这场盛宴的正式开席。